大擒拿早手起势，擒拿是利用人体关节、穴道和要害部位的弱点来制服敌人的一门技术。擒拿分大擒拿和小擒拿，大擒拿是攻击人体穴位，小擒拿是攻击人体运动关节。大擒拿对指力的要求很高，基本手型有龙爪、虎爪和鹰爪。爪手拿肩，这里拿的是分布在左肩的穴位。擒拿之中，点穴和拿穴各有不同。点穴虽然杀伤力更大，但是不易做到，因为在对手移动的情况下，要精准点到对方穴位是很难的。更多的情况下是拿穴，大范围的拿住对方穴位，通过指力发劲挤压，也能对对手造成不小的伤害。爪手拿颈，我们看王哲的手势颇有意思，王哲马上切爪手，看来是要直接攻击风鱼修，但是马上又收起爪手，转势拿臂把风鱼修抛出去。从王哲这个手势变换可以看出来，他本来想进攻，却又放弃了进攻，此时应该他是不想伤害风鱼修的。蹬墙借力，顺势爪手扑了。注意看，风鱼修此时爪手切7字勾手，勾手如锄，蕴含深挖内扣之力，在擒拿术锁扣动作中用法较多。勾手扣喉，爪手抓胸，这里我能看到王哲马上就把风鱼修的手拿开了。开头说到，大擒拿对指力的要求很高，擒拿有成者，他的指力一定是非常出色的。发力瞬间，那种透入骨髓的劲力，既让对手产生一种麻痹及酸软感，又让对手很难挣脱开，从而使之短暂时间内失去反击能力。所以王哲必须在风鱼修发力之前拿开他。这再一次的抛摔说明王哲在体型和力量上是远远强于风鱼修的。下劈腿，爪手拿肩，连擒带扣。我们看风鱼修拿肩的时候，王哲的左手马上就搭过来了，扣住了风鱼修的手，随即右手顺时针翻臂，再扣在了风鱼修的胳膊上，牢牢锁住了风鱼修的右手，直接把他带了出去。扳腕压肘，这个招式一旦继续下压，风鱼修就会无法发力，基本宣布技术性死亡。所以我们看到风鱼修被压肘的同时，右脚已经奔着王哲的左脚而来。王哲提脚躲避，失去重心，风鱼修顺势提脚起身，化解了这一致命一招。下缠腿，侧蹬腿，下踩脚。擒拿虽是手上功夫，但是在擒拿与反擒拿的过程中，腿法的配合也尤为重要。擒肩拿腕，反拿，顶胯勾摔，下蹬脚，左手按脚，右手拿膝。王哲拿的正是风鱼修的膝盖处的血海穴、鹤顶穴、膝眼穴3个穴位，只要发力拿住一处，就能让风鱼修的左腿马上无法发力，失去部分战斗力。风鱼修没给机会，马上撑开了。抓腕拿肘，摆肩旋腕破解，挑臂拿肋，扣腕砸肘破解。此时风鱼修切鹰爪拿颈，这里给了风鱼修发劲的机会。王哲疼痛瞬间已经失去了抵挡下一招的机会。瓦楞锤击打关元穴、气海穴。擒拿中点穴常用的手型有7种：瓦楞锤、鸡心锤、凤眼锤、拇指锤、剑指、金针指、三阴指。我们看到风鱼修此时用点穴术，也是因为他左手依然牢牢抓在了王哲的颈部，使他难以移动挣脱，这才给精准点穴提供了机会。人体有108个要害穴，其中有36个死穴，关元穴和气海穴正是死穴之一。关元穴位于肚脐下3寸处，中医认为人有元气，元气分为元阳气和元阴气，而关元穴正处于这阴阳交界之处。此穴击中后，冲击腹壁下动静脉及肋间神经，使人精元涣散。气海穴位于肚脐下1.5寸处，击中后使人气萎力消。拇指锤击打神阙穴，神阙穴位于脐窝正中，此穴被点，令人神颓意斐。习武之人练到最后就是一个精气神。风鱼修击打这3处死穴，就是要破了王哲的精气神。3处死穴被点，王哲也在瞬间泄了一口气，竟然一时提不起劲了。这次打击也让王哲终于明白，眼前风鱼修并不是来切磋武功的，而是来打死他的。爪手对冲，爪手拿肩，爪手拿肋，爪手拿肩。这时候的王哲已经跟不上风鱼修的攻速了，只有被动防守且受伤害的份。剧烈的疼痛使王哲本能的使用蛮力挣脱，动作幅度太大导致中门大开。拇指锤击打章门穴，此时风鱼修也暴露了上路的空档。王哲此刻有2个选择，第一种选择直接击打风鱼修颈部以上的要害部位，互相伤害，你痛我也痛。第2种选择，以双手下砸之力顶开风鱼修正在攻击的双手。王哲选择了第2种，应该是章门穴被点太痛苦了，身体本能的想要马上挣脱这种痛苦。
王哲顶开风鱼修的双手后，顺势一个抛摔，撑龙手。风鱼修被抛落的瞬间，单手撑在桌子上，一个翻身卸力，安全降落。看看风鱼修这动作气势，画质都糊了。画质越糊，实力越强。王哲被吓得边退边守，龙爪拿肋，剪刀脚，拇指锤进攻，着手格挡，捆手，着手扣肋，着手扣喉。此时风鱼修的右手已经拿住了王哲的左手，顶肘，折腕拧臂。王哲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，还能把风鱼修拽过来，完全是力量压制了。夹臂锁肘，侧踹。这里风鱼修想要拧七脚腕，被王哲看穿，一个收腿把风鱼修拉了过来，鞭腿爆头。王哲这个姿势下的鞭腿威力肯定是大打折扣的，对风鱼修来说根本是无效打击。着手拿肩。分筋错骨手，先分筋拧腕，后错骨折臂，双龙出海。这里可以看到，风鱼修以手为尺，似乎在丈量寻找着什么。前正中线上，横平第四肋间，风鱼修找的正是膻中穴。此前关元穴、气海穴和神阙穴被点，王哲已成早衰疲态。如今风鱼修欲再点膻中穴，看来是想要直接击杀王哲。王哲伸手挡住膻中穴，撅指手。擒拿掰指主要分6种：撅指手、压指手、扣指手、扳指手、分指手、拉指手。风鱼修一招撅指手，直接掰断了王哲手指。打斗至此，王哲已然败局。从技法上来看，王哲并不逊于风鱼修，从身形体量来看也强于风鱼修，但最终还是被打死。这个真的跟心态有关了。王哲心里想的是切磋，风鱼修想的是分生死。